嘿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咱们来聊聊 AI 界的大佬，谷歌妈妈公司 Alphabet 的第3季度成绩单。皮查伊老兄在业绩会上可是美滋滋啊，他说他们这季度简直牛到飞起，全靠公司对创新的狂热投入和对 AI 的执着关注。这不，现在收获的果子可甜了，公司和客户啊都乐开了花。好了，咱们来瞅瞅这季度报告的这个重头戏。看这张图简直就是公司钱袋子的全景图啊，收入、利润、成本、花销一目了然。来，咱们一起八卦一下，这图可有意思了，就像水管一样，左边进水的是收入，右边出水的是成本、花销和利润。水管粗细不一，交叉纵横，就是在展示各部分的占比和关系。瞧瞧 Alphabet 这季度可赚大发了，总收入高达883亿美刀，比去年同期涨了 15% 呢。图中间那条最粗的蓝线，那就是它了。其中最肥的一块是谷歌的广告收入，658亿美刀，涨了 10%。谷歌这广告公司当的呀，简直是全球第一把交椅呀。广告钱主要来自3个口袋：谷歌搜索 YouTube， 还有谷歌搜索这季度进账494亿，涨了 12%。YouTube 排第2，进账89亿，也涨了 12%， 减了75亿，然后涨了 2%。除了这几个大水管，谷歌还有2个小水管呢。一个是应用商店，这季度进账107亿，涨了 28%。另一个是谷歌云，进账114亿，涨幅呢高达 35%。看看，虽说应用商店和谷歌云现在还是小弟弟，但他们涨得可快了，特别是谷歌云，这增长速度简直像坐了火箭，35%啊，真是就是让人目瞪口呆。咱们都知道谷歌的 AI 大杀器就藏在谷歌云里面，这块业务涨得这么猛，就说明谷歌押宝全占 AI 创新推动业绩增长的策略可是玩得溜啊。说完了收入，咱们再来瞅瞅花销，就是图右边那堆红色的，花钱最多的是营业成本，花了365亿，其次是运营费用，花了233亿，最后净利润达到263亿美刀，就比去年同期涨了 30%。 分析师们认为谷歌这季度报告大概有5个亮点：一，总收入涨了 15%， 其中谷歌云涨了 35%， 简直是吃了那个兴奋剂。2AI 方面可是突飞猛进啊，精益迷你模型都塞进了所有主要产品和平台，然后覆盖用户超过10亿。3 YouTube 这4个季度的广告和订阅收入首次突破500亿美刀大关，多亏了 YouTube TV、NFL 周日门票和 YouTube 音乐会员的这个疯狂增长。4 Alphabet 在清洁能源上可是下了血本，甚至签了全球首个从小型核反应堆买电的企业协议，这波操作就很环保。5 AI 概览推广到100多个新国家和地区后，用户参与度和搜索使用率都蹭蹭往上涨。不过呢，也有5个不太美妙的地方。1，网络广告收入跌了 2%， 看来这块地盘有点不太稳当。2，美国司法部虎视眈眈，可能会搞他们和苹果等伙伴的这个搜索协议。3 Alphabet 的花销在增加，总收入成本涨了 10%， 然后运营费用涨了 5%。4，谷歌制造提前发布，结果订阅平台和设备收入的增长步伐就被绊了一下。5 AI 领域竞争越来越激烈，谷歌的使出洪荒之力才能保住这个老大地位。接下来咱们来听听皮查伊大佬怎么吹嘘谷歌这季度的这个表现。他说这季度业绩这么牛，全靠他们的 AI 创新3板斧。第一板斧搭建超强 AI 这个基础设施，第2板斧深入研究 AI 开发顶尖模型，第3板斧用产品和平台服务全球数10亿用户和客户，然后形成良性循环。听起来不错，那咱们来看看他们到底整了些啥，花什么活儿。全站 AI 创新主要包括投资最先进的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，甚至搞了个全球首创，从小型核反应堆买电，简单说就是建机房、搞 AI、云服务、造核反应堆，给机房供电。皮查伊还列举了几个这个具体的操作。1.18 个月内 AI 查询成本降了 90% 多，同时 AI 模型规模翻了1倍，这操作啊简直是降本增效的教科书。2公司有7款月活用户超20亿的产品都用上了 Mini 模型，然后他们还在让更多开发者能玩转 NG Mini。
3，为了跟上这些变化，谷歌正在大换血，要更快更灵活。现在 Google 1/4多的新代码都是 AI 生成的，难怪互联网公司最近都在裁员啊，原来是活儿都让 AI 抢了啊。搜索方面整了不少新玩意儿，比如 AI 概览、圆圈、搜索和 Lens 这些功能让用户搜索上瘾，问题越问越复杂。AI 概览已经在100多个国家上线，每月用户破10亿，用户参与度和搜索使用率都涨了不少。Circle to Search 现在能在 1.5 亿多台 Android 设备上用，大概1/3的用户每周都要玩一玩。Lens 每月被用来搜索图片超200亿次，成了增长最快的搜索。无 Google Cloud 的业务可是一匹黑马，这季度收入114亿美刀，涨了 35%， 营业利润率就 17%。6 YouTube 这4个季度的广告和订阅收入首次突破500亿美刀。Google DeepMind 的视频生成模型 Veo 今年晚些时候要登陆 YouTube Shorts， 就给创作者们加把火。7公司还有2位 AI 科学家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，这波操作呢可以说是相当高端了。他还说了不少其他的，比如智能设备啊、手机啊、智能驾驶啊，太多了，就不一一细说了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网上扒一扒。总的来看，谷歌这是跟着微软的步伐在 AI 领域下了血本，现在看来是有点尝到甜头了。